看看现在的金价，再看看你手机里的银行余额，心里是不是咯噔了一下？假如时光倒流回2-3年前，也就是2023、2024那会儿，如果有人拍着你的肩膀告诉你，黄金会冲到今天这个让你高不可攀的位置，你会做什么？你肯定会说你当时砸锅卖铁也要梭哈，对不对？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当时金价在每盎司2000多美金跳动的时候，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跟你说，哎呀，太高了，现在买绝对是接盘，等回调吧，等跌下来再说。结果呢？这一等，你就等到了2026年，眼睁睁看着机会像指缝里的沙子一样漏掉。我今天坐在这里，不跟你讲那些枯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不想跟你背诵那些宏观经济学公式，那些东西救不了你的口袋。今天这个视频的内容很重要，这是我这几年拿真金白银在市场里滚出来，被割过肉也赚过大钱的逻辑。我保证只要你听进去了，这就是你2026年最重要的一堂财富课。我会把黄金投资彻底扒皮抽筋，分成 ETF、实物金、金矿股还有储蓄金这4种玩法来讲。不管你是手里只有几千块的大学生，还是手握百万现金却每天失眠的中产，这条片子都能帮你把那颗悬住的心放下来。一定要看到最后，因为在视频末尾我准备了一个压箱底的 bonus， 那是一个关于未来5年我认为比黄金本身爆发力更恐怖的衍生机会，那是普通人翻身的最后一道暗门。我们直接入正题，不讲废话，我们先聊聊心理，先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你看住现在的金价，你心里到底在慌什么？其实大部分人的心态都是分裂的，一方面你看住每天的新闻，中东的战火烧了又烧，那个谁和谁的博弈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全球化彻底碎片化了，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安全，你想买黄金保命，这是人的生存本能。但另一方面，你看住那根直冲云霄的 K 线图，你又怕自己成了最后一个接盘的傻瓜，怕买在山顶上吹冷风。我讲个我自己的真实经历，就在几年前，金价刚站稳2000美金大关的时候，我身边有个做外贸的朋友，手里攒了几十万现金，他天天发微信问我能不能买，现在是不是太贵了？我当时就回了他6个字，分批买，别犹豫。结果他怎么操作的？他去金店逛了一圈，嫌弃那个金镯子的工费太高，觉得自己亏了，没买，回家看期货，被那个跳动的数字吓得手抖，又没买。最后他去听了另一个哥们的建议，把这笔钱投进了当时看起来回报率惊人的某个虚拟资产。到了2026年的今天，他的那个资产已经快归零了，而黄金已经稳稳地坐在了王座上。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最深刻的道理，黄金从来不是用来让你发横财的，黄金是你资产的底库，是你最后的防线。在2026年这个动荡到让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下，甚至可以说在2030年之前，全球的信任体系都在崩塌。各国央行为什么这几年拼命买黄金？因为他们连对方的货币都不相信了，连国家都在疯狂囤货。你一个普通老百姓，如果你的资产全是纸币，你不觉得你是在裸奔吗？所以第一步，请你抛弃掉我想靠黄金一夜暴富的投机心态，把它当成一种生存必需品，就像粮食和水一样。一旦你心态变了，你就不会纠结现在是不是最高点，因为保险什么时候买都不晚，只要灾难还没彻底降临。好，心态稳住了，我们来说第一种最原始也最让小白头大的投资方式，实物黄金。很多人一提到买金子，第一反应就是走去周大福、周生生给我妈买个大金镯子，或者给老婆买条大金链子。听我说，赶紧打住，如果你是为了结婚、送礼，或者是为了哄另一半开心，那你去金店买首饰完全没问题，那叫消费，那叫购买情绪价值，那不是投资。如果你是带着赚钱的目的去买金首饰，那简直就是投资界的自杀。我给你算一笔账，你就明白了。你在大品牌金店看到的价格，假设现在是800块一克，你买一个30克的镯子，首先你要付一笔不菲的工费，现在那些什么古法金、3D 硬金，工费动不动就几十甚至上百块一克。其次，那是零售价，里面包含了门店的高昂租金、铺天盖地的广告费，还有柜员小姐姐的提成。当你兴高采烈把镯子带回家，2年后你想变现，你去回购点一问，人家只按国际大盘价回收，甚至还要扣掉你几的损耗。你一算，这2年金价虽然涨了20%，但扣掉工费和差价，你可能刚好回本，甚至还亏了几千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大妈买了一箱子首饰，最后发现财富根本没增值的原因。你买的是工艺品，不是金融资产。那么在2026年，正确的实物金玩法是什么？
我建议你只看2种东西，投资金条和银行金豆，去哪买？千万别去商场1楼那些金碧辉煌的柜台，直接去银行或者去专业的黄金交易所授权点。你要买那种长得最丑，包装最简陋，上面直接刻着 AU9999 和重量的黄金板砖，越丑越好，因为丑意味着没有溢价。我手里现在就有一块，它没有任何装饰，但它就是最纯粹的财富。但我这里要讲一个很现实的痛点，实物金怎么藏？我之前有个粉丝听了我的话，囤了2公斤金条，结果他得了焦虑症，天天睡不好觉，怕家里进贼，怕保险箱被整体搬走。在2026年，虽然大环境还行，但手里握着大量实物金确实会让人心累。我的建议是，实物金在你总资产里的占比永远不要超过 5%到 10%， 这部分钱不是让你发财的，它是给你跑路用的。万一哪天发生了极端级别的断网、停电，或者是手机支付系统崩溃，你手里有这些小克重的金条，比如10克、20克的，你就能换到急需的物资。你拿1块1公斤的金砖去换面包，人家根本找不开。所以实物金的逻辑就是买丑的，买小的，买了就把它锁在保险柜最深处，然后彻底忘了它，那是你给全家买的最后一道安全门。讲完实物金那种沉甸甸的防御感，我们现在要把目光转向更刺激的地方。如果你跟我说你买黄金不是为了躲避什么末日灾难，你就是单纯看好未来2-3年的局势，想让钱生钱，想让你的资产负债表变得漂亮，那么实物金对你来说就太慢了，也太重了。这时候我们得聊聊聪明钱最喜欢的工具，黄金 ETF。 什么是 ETF？ 你把它想象成一种存在手机里的电子黄金就行了。在2026年的这个当下，流动性就是你的生命线。我给你们讲个真实的场景，就在几个月前，某个周五的晚上，国际政治局势突然发生巨变，消息一出来，全球金价在短短2小时内就跳涨了 3%。 如果你手里拿的是金条，你当时能干嘛？你只能看住新闻前注级，因为金店早就打烊了，银行周末也不开门，你得等到下周一才能跑去变现，到那时候行情可能早就回调了。但如果你买的是 ETF， 你只需要在手机上点2下，几秒钟时间，你就能在高点精准落袋为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ETF 是我们这代人的懒人神器，它没有公费，没有存放风险，而且手续费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但作为过来人，我得提醒你一个扎心的真相， ETF 虽然方便，但它本质上是一张纸，一串数字。在2026年这种动荡的环境下，如果你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 ETF 这个篮子里，万一发生了那种电影里才有的金融冻结或者是极端制裁，这串数字可能暂时无法兑换。所以我的实战操作是用 ETF 来做中短期的冲刺，看到机会就进，赚到利润就出。它是你资产配置里的特种部队，负责快速反应，而不是负责跟你白头偕老的。接下来我要带你们进入一个更疯狂、更考验心脏的领域，这也是很多小白最容易踩坑，但也最容易翻身的地方，金矿股。很多人心里有个理所当然的逻辑，金价涨了，那挖金子的公司股价肯定也要飞天啊。这话只对了一半，金矿股的魅力在于它自带天然杠杆。我给你们算一笔小账，这是我当年在某家金矿公司实地调研时学到的。假设现在2026年金价是2500美元一盎司，而这家矿企挖出1盎司金子的成本包括工资、电费、设备维修是2000美元，那么它每挖1盎司能赚500美元。如果金价上涨了 10%， 变成2750美元，它的利润就变成了750美元。你看，金价只涨了 10%， 但公司的利润却整整暴涨了 50%。这就是为什么金矿股在牛市里往往能涨得比黄金本尊还要凶残，它是那种能让你资产翻倍的加速器。但是听着，这里面的水深的能淹死大象，买金矿股跟买金条完全是两码事。你买金条是相信黄金，你买金矿股是相信那家公司。我亲眼见过一家很有名气的矿企，当时金价一路上扬，结果那家公司所在的非洲某个小国突然发生政变，新政府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矿场收归国有，这家公司的股价当天就直接腰斩，跌得连亲妈都不认识。还有，现在是2026年，全球能源价格像疯狗一样乱跳，挖矿是需要消耗大量柴油和电力的，如果油价涨得比金价还快，这家公司就算挖再多金子也是亏本赚吆喝。所以如果你想玩金矿股，千万别去梭哈某一家公司，除非你有内幕消息或者是这方面的专家。普通人最稳妥的办法是买金矿股 ETF，
比如代码 GLD 的那种，这相当于你买了一篮子全球顶尖的挖金公司，这家矿场塌了，那家还在产金，风险被摊平了，但那种翻倍的爆发力依然还在。这是我这几年赚的最爽，但也最让我失眠的一块投资。如果你心理素质不够好，如果你看住账户一天波动 5% 就想跳楼，那我劝你还是回去买你的小金豆子。金矿股是给那些敢于在刀尖上舔血，想在短时间内改变命运的冒险家准备的。说到这里，你可能已经听出来了，投资黄金其实就是在做一场关于安全感和欲望的博弈。实物金给了你安全感， ETF 给了你便利，金矿股给了你对抗通胀的超级武器。但在2026年的今天，还有一个更接地气，更适合我们这些普通打工人的方式，它能让你不知不觉就攒下一笔惊人的财富。这就是我下一部分要重点讲的积存金，这也是我认为最能体现复利力量的一种投资。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没钱，觉得黄金是土豪玩物，这真的是大错特错。等我喝口水，下一章节我告诉你如何用每天2杯奶茶的钱，在2026年为自己攒出一个金山银山。这是我最想对那些刚入社会的朋友说的真心话。讲完了那些在金融市场里搏杀的工具，我们得聊点接地气的。我发现很多看我视频的朋友，特别是20多岁的小伙子、小姑娘，心里其实挺焦虑的。你们看住2026年这个物价，看住这几年金价涨得这么离谱，心里想的是，姐，你说的那些金条、ETF、金矿股，对我来说太远了。我每个月工资发下来，交了房租，还了信用卡，剩不下几个子儿。我也想买黄金，但我买不起一整块啊。听我说，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4种方式，也是我认为最适合90%普通人的财富密码，积存金，黄金储蓄。这玩意儿在2026年已经非常成熟了，你把它想象成一个黄金存钱罐，你不需要一次性拿出1万块，你甚至可以只花100块，甚至50块。现在各大银行的 App 里都有这个功能，你今天少喝2杯奶茶，省下那几十块钱，点开手机，按当下的金价，买入0.01克或者是0.1克黄金，这0.1克就实实在在的躺在你的账户里，明天你有钱了再买一点，后天金价跌了你高兴，赶紧多买200块的。这在金融学上叫 DCA 平均成本法，但我更喜欢叫它笨人投资法。为什么这个笨办法在2026年最管用？我给你们讲个我粉丝的真实故事，他是个在2线城市打工的年轻人，2023年底的时候，他听了我的建议，在银行开了个积存金账户，设置了每个月工资发下来那天自动扣800块买黄金，平时他根本感觉不到这800块的消失，反正就是少吃2顿大餐，少买件衣服的事。结果攒了2年多，到了2026年的今天，他那天截图给我看，他账户里竟然攒了快50克黄金，按现在的金价一算，这笔钱已经是他手里最大的一笔存款了。最关键的是什么？他跟我说，姐，要是我不买这黄金，这800块钱肯定早就被我稀里糊涂花掉了，买了些没用的废品，或者在游戏里充了值。积存金最大的魔力，不是它的收益率有多高，而是它强制帮你把那些指缝里流掉的钱变成了硬通货，它是对抗人性消费欲望的最好武器。而且在2026年，银行的积存金非常灵活，你攒够了10克、20克，你可以直接去网点要求提取实物金条，这就完成了从虚拟到实物的完美转换。对于资金量不大的朋友，这就是你在这个混乱时代给自己攒下的第一座避风港。好了，讲到这里，4种武器你都认识了。那么在2026年下半年，我们到底该怎么操作？如果你现在手里有一笔闲钱，别急着一把抓。现在的国际局势就像6月的天气，说变就变。我的建议是搞一个金字塔配置，第一层，也就是底层，放你的实物金和积存金，占你黄金仓位的 50%， 这部分是保命钱，除非天塌下来，否则绝对不卖。第二层，放黄金 ETF， 占 30%， 这部分用来应对短期的市场波动，比如你看新闻说美联储又要搞什么蛾子了，或者某地又起冲突了，金价可能会有一波急涨，你就用 ETF 去吃这段利润。第三层，也就是塔尖，放 20% 的金矿股，这部分是你的彩票，是博取超额收益的。如果赌对了，这 20% 的资金产生的收益，可能比下面 80% 都要多。你们要记住一句话，在2026年，资产的安全性永远大于收益性。很多人问我，现在金价这么高，还能追吗？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为了投资，你可以等回调分批进。但如果你是为了避险，为了防范未来几年可能出现的更大金融动荡，
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因为相比于未来可能出现的疯狂，现在的价格可能只是半山腰。但是这还不是全部，我说过，今天这个视频要讲透，除了黄金，还有一个被99%的人都忽略的领域，它跟黄金如影随形，却一直活在黄金的阴影下。在接下来的部分，我要揭开这个影子资产的神秘面纱，这是我认为2026年最具爆发潜力的冷门机会。同时，我还会教你如何看懂那些复杂的政治新闻背后的黄金逻辑，让你不再被媒体牵着鼻子走。讲了这么多黄金，大家可能听得热血沸腾，但心里难免有个小疙瘩，黄金好是好，就是太贵了，现在随便买一点都要花掉好几个月的工资。那么，在2026年的这个当下，有没有一种东西属性跟黄金一模一样，但价格却亲民得多，甚至爆发力比黄金还要猛？这就是我今天要揭晓的那个影子资产——白银 （Silver）。很多人瞧不起白银，觉得它是穷人的黄金，觉得它黑乎乎的，容易氧化，没档次。但我告诉你，在2026年，如果你只盯着黄金而忽略了白银，那你可能会错过这10年最疯狂的一波红利。为什么我敢这么说？首先，你要明白一个金融学上的秘密，叫金银比。历史上，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是有一个固定比例的，但这几年黄金涨疯了，白银却像个受气的小媳妇，一直没怎么大动。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白银被严重低估了。在2026年的今天，当黄金已经站上云端，聪明的大资金都在悄悄建仓白银，因为一旦白银开始补涨，它的速度不是用跑的，是用飞的。更重要的是，白银跟黄金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黄金买回来是锁在金库里的，几乎不被消耗，但白银是实实在在的工业必需品。你手里的2026年新款折叠屏手机，家里装的太阳能光伏板，还有大街上跑的电动车，哪一个不需要白银？特别是这2年，全球都在搞能源转型，白银的库存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一边是各国央行在抢金子，另一边是全世界的高科技工厂在抢银子。你想想看，当工业需求撞上金融避险，白银的价格会发生什么？它会像压抑已久的火山一样喷发。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在2024年底的时候，嫌黄金太贵，把原本打算买金条的钱全换成了投资银币。当时很多人笑他，说他家里像开5金店的，搬都搬不动。结果到了2026年，白银的一波补涨行情，直接让他的资产翻了2倍，涨幅远超黄金。这就是白银的性格，平时不动如山，动起来侵略如火。当然，我也得说点让你冷静的话，白银的波动非常妖，它能一天涨10%，也能一天跌掉你半年的积蓄。所以玩白银的人心脏一定要大。如果你想布局，我建议你分出一小部分资金，买点实物银币或者是白银 ETF， 把它当成你黄金组合里的增益插件。这是我给你们的一个进阶建议。聊完了白银，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一个大背景，为什么2026年我们非得投资这些硬货不可？大家每天看新闻，今天这里制裁，明天那里封锁，感觉世界乱糟糟的。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最核心的逻辑，我把它叫做信用脱钩。过去几十年，大家都相信美元，相信存折上的数字，但在2026年，这个信任基石裂开了。当大国之间开始互相冻结资产，当全球贸易不再用同一种货币结算时，所有的纸面财富都在缩水，都在被质疑。在这种环境下，黄金和白银不再是单纯的投资品，它们变成了主权级别的货币。各国央行这几年疯狂买金，不是为了赚差价，是为了防身。连主权国家都觉得不安全了，你一个普通老百姓，凭什么觉得把钱存进银行就万事大吉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2026年的投资建议里，第一条就是拥有实物资产，哪怕你买不起大金砖，买几枚银币，买几克积存金，那也是你对这个不确定世界的一种对冲。好了，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黄金的4种玩法、白银的机会以及全球局势的真相全部扒光了。你现在手里已经有了地图，也有了武器，但在视频的最后，我还有一个压箱底的 bonus， 这是我在2026年观察到的一个极其细微，甚至有点诡异的财富信号。这个信号可能预示着未来5年，普通人最有可能实现阶层跃迁的那个节点。别走开，最后这一段话可能价值千金。好了，既然你已经跟我一起走到了最后，这份压箱底的 bonus 我就不卖关子了。在2026年的这个当下，除了实物金、白银，还有一个被99.9%的普通人彻底忽略的领域，那就是黄金与数字资产的跨维度结合。
别误会，我不是在说那些暴涨暴跌的虚拟货币，我说的是，随着2026年区块链技术真正进入底层金融，一种叫做 ROA 真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东西正在悄悄改变规则。现在已经有一些国际顶尖机构开始尝试将深埋在地下还没挖出来的金矿，或者是存放在高防护金库里的实物黄金进行数字化切割。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你可能不需要通过银行就能在手机上秒级买入某个瑞士金库里1/1000克黄金的所有权，而且这种所有权是法律和技术双重锁死的。这解决了实物金难携带、难分割和纸黄金不透明的所有痛点。这是一个还没被大众挖掘的蓝海，也是我预判未来5年真正能让小散户实现资产颗粒化增长的超级红利。讲了这么多，最后我想跟荧幕前的你说几句心里话。我们聊了技术，聊了政治，聊了金银比，也聊了那些冷冰冰的数据，但我最希望你带走的不是某个代码，也不是某个买入点位，我想带给你的是一种觉醒。你有没有发现，从2023年到2026年，这几年的世界变化的太快了，快到让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像是在激流中的一叶孤舟。很多人问我，姐，现在才开始买金，是不是晚了？我每次听到这种话都想笑，但也觉得心疼。我想告诉你，投资黄金本质上是在投资你对未来的掌控感。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财富叫纸面富贵，它会随着通货膨胀消失，会随着银行系统的故障而冻结，甚至会随着一场战争而化为乌有。但还有另一种财富，它是人类文明几千年来公认的唯一的真理，那就是你手心里那抹沉甸甸的黄色光芒。我曾经也穷过，也曾在行情大跌的深夜里一个人抽烟，怀疑人生，但我后来明白了，财富的增长不是靠赌，而是靠等。你要像农民种地一样，每个月定投一点积存金，那是你在春耕，你顶住诱惑不乱花钱，那是你在除草。最后，当世界局势巨变，所有人都在惊慌失措地看住手里的废纸缩水时，你手里的黄金就是你丰收的硕果。2026年是一个大分流的时代，一部分人会继续迷信那些虚无缥缈的金融杠杆，而另一部分人，也就是现在正在看这段话的你们，会选择回归常识，回归实物，回归黄金。不要焦虑，不要盲目，投资黄金的过程其实就是你磨练心性的过程。如果你现在手里一颗金子都没有，听我的，这个视频关掉之后，去看看你的银行 app， 哪怕只买100块钱的积存金，那也是你从观望者变成掌控者的第一步。最后，我还是要像老朋友一样啰嗦几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全是我个人这几年在市场里摸爬滚打的经验和对2026年局势的观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构成任何绝对的投资建议。你要知道，金融市场就像大海，黄金虽然是避风港，但海面上总会有风浪，投资永远是有风险的。所以，大家在掏钱之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做好评估，用你能亏得起的钱去搏，而不是拿全家人的生活费去赌，这才是成熟的投资者。讲了这么多，我也很想听听你们的想法。现在2026年这个金价，你觉得是还会继续冲高，还是已经到了强弩之末？如果是你，你会选择稳稳的实物金，还是搏一把心跳的金矿股？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会挑选有深度、有故事的评论亲自回复。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哪怕一点点启发，请一定要帮我点个赞，转发给你身边那个正在为资产贬值而发愁的朋友。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更新前货的最大动力。记得关注我并开启小铃铛，在接下来的2026年，我会继续陪着大家，在这场财富游戏里看清迷雾，稳步前行。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